俄军在战场上敌我不分，柳叶刀炸毁自家 S-300。最近的乌俄战场上又出现了搞笑的一幕，俄军一架柳叶刀无人机在南部赫尔松的作战行动中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家的 S-300防空系统。因为乌俄双方都有 S-300，俄罗斯认为炸的是乌军的防空系统。最离谱的是，军方甚至拿这次战果炫耀柳叶刀无人机的战斗力。但事实上，在近期的战斗中，乌军并没有在赫尔松损失 S-300。这下俄军又出名了，在战场上表演自己炸自己。这就有一个问题，俄罗斯好歹也是曾经的世界第二，为什么会在战场上出现这种事儿？这种乌龙事件又说明了什么问题？说俄军柳叶刀无人机击毁的是自己人的 S-300，不是没有证据。被击毁的 S-300的残片上印有白色的 Z 字母，这个标记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特点。至于俄军的柳叶刀无人机为什么要炸毁自家的 S-300，有两个原因。被炸毁的 S-300可能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俄军不想将其带走，只能就地炸毁，避免 S-300的一些关键技术泄露。毕竟这台雷达已经在同一个地点停留2个多月了，在赫尔松地区激战的情况下就很奇怪。当然，俄军如果是抱着这个目的击毁 S-300，那就不会大肆炫耀，所以最有可能应该是误击。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就是俄军电子设备落后，无人机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故障。敌我识别系统算是无人机的核心，无人机将收集到的战场信息发送给侦测系统，通过无线通信设备、导航定位设备以及数据处理设备达到识别的目标。而且现代战场瞬息万变，敌情十分复杂，想要让无人机具备快速准确的敌我识别能力，就要为无人机配备一套技术先进的敌我识别系统。听起来比较简单，但做起来非常难。一套无人机敌我识别系统能看出一个国家的微电子、通信、互联网以及计算机技术，没有上述几项技术做支撑，很难造出先进的无人机敌我识别系统。偏偏这几项技术基本上都是俄罗斯的短板，特别是微电子技术落后，是俄制武器装备的老毛病。在乌俄战争发生之前，俄罗斯可以从欧洲国家进口电子设备，现在北约禁止向俄罗斯出口，俄罗斯只能选择国产。电子设备技术落后的问题也显现了，俄军这个问题在坦克上也有体现。由于军费比较有限，俄军并没有在自己的坦克和装甲车上大规模装备无线敌我识别器。俄军现在区分敌我的主要方法还是在坦克上涂上特殊的字母，这也是现在俄军坦克和军用车辆上普遍喷涂 Z 字标、V 字标识的原因。但乌军的坦克不是，乌军的坦克上面安装有北约提供的无线电敌我识别系统。乌军坦克在开火前只要启动无线电敌我识别，就能够对目标进行问询，这里面能操作的空间就很大了。乌军可以伪装成俄军坦克进入俄军阵地。之前在赫尔松地区发动的反攻行动中，乌军在很多坦克上也喷出了和俄军一样的 Z 字母标识，然后开着这些坦克大胆地在俄军防区内横冲直撞，四处开火。担心误伤友军的俄军东岸炮兵部队也不敢轻易开火，导致乌军装甲分队和突击集群肆无忌惮向南推进。乌克兰军队在赫尔松地区突然发力，短短几天时间就突破俄军构筑的防线，由数支机械化部队组成的乌军突击集群突入赫尔松北部防线70多公里。俄军辛辛苦苦占领的第聂伯河西岸防区瞬间被撕成碎片。这也没办法，俄罗斯穷没钱，对常规武器装备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北约国家对于俄罗斯经济的长期封锁，俄罗斯只能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关键性的战略性的武器装备，对于常规武器的投入自然就少了。这就导致了俄罗斯在核潜艇、核弹、远程导弹等方面有着可与美国抗衡的实力，在常规武器的研制上却存在严重的不足，这点就体现到了乌俄战争中。虽说北约军援乌克兰的武器大部分都是使用了多年的存货，但和俄罗斯相比就相差无几。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乌军的实力上升之后，俄军在前线只能苦苦支撑，战场最初的嚣张模样是一点都不剩。
因为电子设备不行，俄军类似的乌龙炸毁事件可不止这一次。之前俄军炸毁山毛榉模型以及海马斯模型的时候也是如此。10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国防部放出过一段视频，说是柳叶刀3巡飞弹击中了乌军一套山毛榉防空系统。事实上，柳叶刀3巡飞弹摧毁的只是一个模型，山毛榉防空系统是履带式底盘，而视频里明显可以看出是搭载在汽车上的。而且柳叶刀3巡飞弹在击中目标后，这套山毛榉在被击中后只是倒塌，并没有看到防空系统的发射器没有引起2次殉爆，只是看到了木头做成的导弹。乌军将这套山毛榉进行简单伪装后，故意停放在相对空旷地带，明显就是为了让俄军无人机发现，用来消耗俄军的高价值弹药。毕竟发射出去前情报判断不准确的话，发射了又不能撤回，俄军只能白白损失导弹。虽然没有引来巡航导弹或战术弹道导弹，但柳叶刀3巡飞弹也算将就了。击中的是个模型诱饵，但俄罗斯无人机操作员和俄罗斯国防部却没有发现，并将其作为重大战果公开，不禁让人觉得有点好笑。而且针对俄罗斯电子设备不行的问题，乌克兰军队一直在用假目标消耗俄军的高精度武器，特别是在海马斯出现后，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俄军已经消灭了几十套海马斯火箭炮，数量远多于公开报道中乌军拥有的数量。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相关视频要么模糊不清，要么明显能看出击中的是假目标。倒是乌克兰国防部发布了海马斯被击伤的照片，这就可以看出来了，俄罗斯对现代战争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次俄乌冲突中，乌俄双方在武器装备上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无人机。无人机可以执行通讯中继、侦察、对地打击等一系列任务，而且兼具造价低、滞空时间长、行动灵活，又能减少人员伤亡等优点，是现代战争中重要的对地支援武器。乌克兰曾多次使用无人机执行军事行动，甚至用无人机和无人艇炸毁了俄黑海舰队舰船。然而俄军的无人机在这方面却被远远甩在身后，在战场表现平平。伊朗无人机到了之后，俄军倒是有了发现并摧毁乌军高价值武器的机会。俄罗斯获得的伊朗无人机中有攻击无人机，可以实现发现及摧毁，但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俄军使用伊朗无人机摧毁海马斯等高价值武器，而仅仅是用来自杀式无人机充当低端巡航导弹，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等固定目标。早些时候俄罗斯还出现过自己炸自己的情况，导弹发射后直接180度回转炸毁自家阵地，还没等敌人打过来，自己倒被自己的武器给消灭了。从视频内容来看，俄罗斯部队在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时，射向空中的导弹突然调转方向，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把自家的阵地给炸毁了。俄罗斯军方一直没有公开明确表态，甚至连消息都没有公布。但是按照美国武器专家分析，这枚射向自家阵地的导弹大概率是俄罗斯的山毛榉。这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导弹的发射系统发生故障，导弹无法正常控制自己的方向，到处乱飞，鬼使神差的方向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误射到了自己的阵地内。可以说，现在的俄制武器基本上就成了一个笑话。从这次乌俄战争的实战来看，俄式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一如既往的菜。8月份，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部署的远程反隐身预警雷达以及 S-400防空导弹阵地被全部摧毁。乌军的米格29战斗机携带美制哈姆反辐射导弹，从低空出击，沿着俄方预警雷达边界之间的空隙突袭了塞瓦斯托波尔的防空阵地，炸毁了阵地上的 S-400防空导弹的雷达以及远程反隐身预警雷达，还有萨基军事基地的大爆炸事件。苏24战斗轰炸机和苏30 SM 战斗机都毁了不少。虽说俄军否认这是一起袭击事件，将其归罪为由一支烟头引发的爆炸，说由于人员违反了消防安全守则，导致数枚停放在露天的航空炸弹被引爆，最终导致了这次爆炸。这理由编得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和几个月前的莫斯科号发生事故时的说法相同。火力军只能再次提醒俄军不要随便在公共场合吸烟。
由于受到一连串的打击，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遭遇沉重打击，甚至需要把部署于叙利亚的 S-300运回国内，但是没啥用。在近40年来的战争里，俄制防空导弹系统的唯一作用就是挨打，没有一次例外的。比如1982年叙利亚军队在贝卡谷地的惨败，1991年伊拉克军队防空系统的惨败，以及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亚阿战争和乌俄战争。在所有的这些战争里，俄式防空导弹系统都是一开始看上去强悍无比，但最后全都被空中力量残酷地殴打，而且毫无还手之力。俄系防空武器最值得称道的战绩，基本都是从客机、自家飞机上获得的。这点乌俄双方又有差距了。虽然战争刚开始那会儿，乌军的防空系统不行，一直被俄空天军打击，但是现在呢，俄军战机压根儿不敢起飞，飞一架打爆一架，俄军也顶不住这个损失，开始拿伊朗的无人机炸乌克兰本土。但是现在的西班牙提供的 SPEED 以及美国 NASA MS 已经抵达乌克兰了。等到之后俄罗斯再想炸，那就没可能了。总的来说，战场就是武器装备的考场，俄罗斯在武器装备方面的重大缺陷全都暴露无遗。由于北约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封锁，导致其经济水平一直不行。俄方对武器装备的资金投入方面，只能更倾向于关键性、战略性的武器装备，忽略了常规武器的研发。而且经济的问题也影响到了人才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导致俄罗斯对武器装备创新方面的不足。更为致命的是，俄罗斯对于现代战争的认识也不对，导致其在无人机等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在战场中期的时候，俄军的战斗方式还是二战那一套，炮弹大规模轰炸，美国的海湾经验，俄罗斯是一点经验都没看到。所以等到乌军武器北约化之后，俄军的坦克、远程打击武器也不行了。可以说，俄罗斯在使用常规武器的情况下，就只剩下投降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军的乌龙事件还暴露了俄军哪些弊端？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见。